我们两个在一起4年多了，中间因为异地恋分过手，他承诺只要我来深圳就结婚。好像是来这里算情账的啊！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赖28岁，来自广东；女嘉宾小林27岁，同样来自广东。来，掌声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谈了4年恋爱了是吧？对。谁追的谁啊？当初是我表的白。同学吗？对，是同学。你们是哪年毕业的？13年才毕的业。哦，13年毕业。姑娘家是深圳的，还是毕业之后分在了深圳？我家就是深圳的。哦，家就是深圳。你家是哪里的呢？我家是潮汕的，然后我在深圳读书嘛。所以你是为他去的深圳是吧？哦，现在怎么了？因为我们在一起，毕竟已经4年多5年了，都没感情，肯定也是有感情的。对，因为之前异地恋也分过1次手。谁提的分手？是他比较反对异地恋嘛，当时因为闹矛盾，所以就是、为什么闹矛盾？就因为工作的问题嘛。当初他也老是拿我跟他小领导对比，就始终觉得我又不上进，做事情老是又眼高手低啊哈。当时他就觉得我什么都不如人家，人家又能力那么强，2、3年时间都可以当领导，那我为什么就不能跟人家一样？甚至当时他也跟领导关系比较好吧，然后我就其实也看不惯，也不想在那种环境里面生存啊哈，就觉得其实我一个人回老家也能打拼出一份事业嘛，也不一定要待在1线城市。所以这么说就是没留在深圳，是因为他老拿小领导跟你比是吧？对，所以你就走了。就一毕业就我选择回老家发展，那就分手了呗？对，分手了。分手有多长啊？1年时间。就其实那时候回老家，一门心思想着怎么赚多点钱嘛，自然联系就比较少。那后来怎么又走在一起了呢，姑娘？后面因为大家也分开了，时间比较长，但是我发现其实我还是对他有感情的。后面我觉得他既然在老家没有多大的发展，倒不如来深圳这边试试。我也在深圳这边，或许我可以帮到你。但是我发现他来到深圳这里，一点都不努力工作。重新去深圳，其实他是当初也给过我一个承诺的。因为毕竟我老家条件各方面就比较差，然后我也跟他说过，其实像我这种条件，那也给不到你什么好的生活。毕竟我说去深圳的话，那我1没车2没房，甚至连一份稳定工作都没有。那我去到深圳跟你唯一一个目的就想跟你结婚，因为毕竟我老爸老妈其实现在年纪也大了嘛，接近60岁的人，他们其实老一代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盼望着自己的子女出来工作之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甚至能够早点成家立业。然后有一个孙子可以帮忙带一下，所以你去深圳是为了跟他结婚的是吧？对，因为他当初也承诺过我，他说不在乎我的条件，只要我去到深圳，回到他的身边，他就跟我结婚。但是现在都2年多时间过去了，他一直都只字不提。然后现在我还怀疑他跟他的小领导有暧昧关系。别瞎胡说。我跟我领导没有什么暧昧关系，只是比较要好的朋友关系而已，你不要误会好不好？那你比较要好，为什么会已经到跟你妈去吃饭的地步呢？那是因为这样子的，在有一次公司聚餐的时候，我跟我领导拍一张合照发到朋友圈，我妈看到了，然后就问起是谁，我就说是我领导。我妈也是出于关心，想要感谢他一路以来对我工作的照顾，想要请他出来吃个饭而已，然后他就误会了。那怎么就那么凑巧了？你朋友圈那么多男人啊，我也在里面啊。为啥你妈就没瞧上我，瞧上人家了？那你怎么跟小领导说要跟我妈一起吃饭呢？我那时候也唐突吗？如果是普通的这个上下级关系，说我妈请你吃饭不太好吧？我那个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就想要说，既然他有这样的想法，就说一起吃个饭也没别的。那我之前也要求过，什么时候你妈有空一起出来吃个饭，他老是推脱，一直都不肯。最后好不容易他妈答应出来吃饭了吧？那本来也很开心，那他妈问我一些工作情况啊，包括个人的一些东西，我都照实跟他说嘛。他就问到我一个月工资多少钱，我就照实跟他说，也就5000来块嘛。他就问我，那你接下来什么时候打算买房啊？其实我
根本就没有能力在深圳买房。我就跟他妈说没有，暂时没有打算买房。那他妈当时就黑脸了，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情况。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妈为什么黑脸吗？我都跟你说了，我妈不赞同我跟你在一起，她觉得说你现在的工资收入不高，然后工作不稳定，你怎么能给将来大家一个好的生活？然后她就非要急着见我妈，我都跟她说不同意，然后她非要吵着要见，然后现在见到了，我妈更加反对我们在一起了，还老是劝我要跟她分手。你自己什么态度啊？我自己的我现在就怀疑她是骗着我。2年多时间，这件事一直都不提，甚至我怀疑他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备胎，我来照顾他的生活各方面而已，甚至瞒着我去找比我更好的。现在你照顾他是吧？因为一般生活的起居，包括家庭的东西，都是我在打理。你在打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相当于是我主内了。因为我当初觉得说，如果他能在深圳这边好好工作，我们还是有可能一直走下去的。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并没有很努力的工作，做语音销售工作不老外面跑，老是在家里面待着，下班回来就盘着条腿，就只知道打游戏。那不是我能力也就这么一点吗？你能力强，你一个月收入那么高，那你在外面赚钱吧，我们就各司其职了。那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这样子呢？你老是……那我当初不也跟你讲过了，我来深圳就没车没房，啥都没有，我就奔着结婚来的，甚至我来深圳我都跟我妈闹翻了。但是你说你结婚，你一个月才4、5千，拿什么结婚呢？那女生你现在什么打算呢？我本来想要说，如果他真的好好努力的话，我们真的可以一直走下去。但是他现在做些很多事情都挺让我伤心的。做什么事儿让你伤心呢？他说是把钱放在我这里，但是他想把钱放在我这里，就方便他时刻去查账，了解到我的收入，然后看是我的支出。因为有一次工作，我得到了一笔奖金，然后我原本很开心的。想朋友出去外面吃饭，就买了一些化妆品啊，买一些东西。晚上回来，他查了我的账，他说他发现我有一笔很大的支出，然后他回来他就指着我骂，他说你这么败家，从来都不为将来考虑，花钱如流水，大手大脚的。那我不也是照紧那个钱吗？那我自己挣钱我自己花，我有错吗？我从来也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甚至连衣服都舍不得买。但是你呢？我问一下，你挣多少钱一个月？2万。那他现在花你的钱吗？不够花的话，就会花我的钱，就是觉得理所应当，我应该给他花。但是我的钱也全部花在我们2个人共同的事情上面啊。我不像你啊，你1、2万随手就这么一花。但我并不是说天天都有这么大的支出啊。我为了我们结婚能够早点买房，我都努力攒着钱。但是你呢？你根本都没为这件事情考虑过。但是我想问回你哦。买房子不是应该是你的责任吗？为什么是变成我的责任呢？难道我工资收入高，我就应该准备好一切等你跟我结婚吗？问一下啊，这段感情到底准备怎么处理啊？我是今天想问问他，到底是有没有真心想跟我结婚的，还是说把我当成一个照顾他的佣人，甚至背地里还背着我去找更好的？要不然跟他小领导为什么会跟他妈吃饭呢？就吃了一顿饭，还有甚至照顾他，还照顾到家里面去啊，人家贴身衣服都在家里面。你不要瞎说好不好？那是因为有一次加班加到很晚，刚好下雨，领导看到我那么晚一个人回家不安全，就送到我回家，送到楼下，然后我也没有带伞，他就借一件衣服给我挡雨而已。好，我来问一下，男生啊，你现在认为就是如果未来你们成家的话，你在家庭的分工应该是主内的，对吧？就是外面打拼应该是女朋友去，是吗？这是你的分工吗？因为毕竟每个人能力有限嘛，那其实也没有规定说男的一定要主外，女的一定要主内。所以你回答我的问题就是是喽，是吧？对。女生，你接不接受在家里面照顾女人、打理家庭的这么一个男人，还是说你要找的男朋友一定是一个大丈夫，在外面？我更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大丈夫，因为我是一个女生，我在外面拼，其实我真的很累的。我也希望有一个人能照顾我。啊，到了这个地步了，他在逼婚嘛，你会嫁他吗？我现在真的想要考虑一下，因为他实在做了很多事情都太让我伤心，太让我失望了。啊，比如在一次同学聚会里面，大家都带上男朋友嘛，有一个闺蜜生日，然后我的闺蜜就在群里面发起一个群收款，然后大家的男朋友都很快把那个钱给交了，就他迟迟不交。那我不也没钱吗？钱都在你那里，我没有说不交啊。但是就几百块钱而已啊，你是真的没有吗？你是真的没有吗？还是说你连几百块钱你都不舍得？不是不舍得，是真的没钱。
然后最后还是我来帮他交了，我觉得真的很尴尬。男生，我问你一句啊，如果现在你们分手的话，你接受吗？不接受，因为毕竟他之前承诺过我的，我只要来深圳回到他身边，他就一定会跟我结婚啊。那也就是说，他要不娶你的话，你还放不过他，是这意思吧？对。你们的感情好吗？我最后问一句。感情肯定是有的，要不然我也不会为了他跟爸妈闹翻回到深圳啊。现在还跟爸妈闹翻呢？现在还闹翻了。我也想结婚，但是我想结婚的对象不是像你现在这样子的啊。我要嫁的人不是你这样的人，是吧？对，虽然我妈是有意想要撮合我跟我领导，但是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你领导有女朋友吗？他没有。就他故意还不避嫌，本身我们就因为他，我那时候才从深圳回老家发展的。明白了。他就老闹跟人家对比，就始终觉得我能力不如人家，人家确实是比我强。别那么自卑。所以你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老师们给你分析分析到底怎么回事儿，是吧？对。有些话可能女生也不方便说，帮着点破吧。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从开场到现在，你说了好多遍哈，你为了结婚。那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别介意啊，兄弟。你为了结婚，那你有没有问过对面的这个女孩，人家凭什么跟你结婚？啊，是最开始女孩主动追的你，你很帅。那除了很帅的外形、身材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能力值或者是魅力值，能够让面前的这个深圳的女孩死心塌地的马上兑现她之前的承诺，跟你结婚？就其实我也是有上进心的，我可能赚钱的能力没他那么强，但是我可以操持家务啊，甚至可以。兄弟，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哈。当然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内部的分工，是男主外还是女主外，这是家事哈，我们外人不便干预。我就说我的经历好了，我以前大学毕业之后在北京，最多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是同时做着3份工作，早上在电台直播节目，中午去光线录节目，晚上又去给一个小的公司去做配音。我经常在地铁里睡就睡过站了，因为太累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在1线城市就是这点好，你只要想做，你只要想赚钱，机会满地都是。如果你想达到女孩说的月薪过万这样的一个标准，真心实意的想达到的话，我不相信在深圳没有这样赚钱的机会。除非做2、3份工。那你有努力过吗？往这个方向去努力过吗？有想过，但是没有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其实也真的蛮累的，因为1份工下来其实都挺辛苦的了，就下了班就想着休息，没想着再努力去找多一份工。那你想要拥有这个爱情吗？你想过好日子吗？想啊。那你就要努力呀。你觉得这是你的问题还是女孩的问题？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男人很重要的就是他的担当、他的尊严、他的责任心和自强，对不对？对。婚姻当中，男女之间2个人最大的隐患是2个人的成长不同步。一个人不论男人还是女人，一旦停止了自我成长的脚步，你的人生将再没有希望了。从你们2个出场到现在，我没听到你们之间的任何感情上的火花，你侬我侬，哪怕曾经也都没有。你口口声声说让女孩兑现她的承诺，嫁给你啊，跟你结婚，但是你并没有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告诉女孩，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人家凭什么要跟你结婚？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兄弟，我觉得你不能怪这个女孩，也不能怪她的妈妈。你现在有能力，年富力强，好手好脚，在深圳这样的一个遍地机会的城市里面，你绝对可以打拼一番事业，干出一番你自己的这个事情。永远告别月薪在4、5千这样的一个阶段，轻而易举。只要你全力以赴的去努力，好不好？好，加油啊，兄弟，加油！好，谢谢宇东啊。还真不是败给了物质啊，是败给了没有希望啊。来，女孩，我们说点真心话好吗？他就是你想找的那个人吗？你母亲所有。
现实版的女才男貌。女人图的是男人的貌，男人图的是女人的财，财产的财。但是你们居然要打上爱情的幌子，这就有点不尴不尬。爱情是一件奢侈品，不愿意为此而付出的人是不配得到它的。你扪心自问，你去深圳是为了什么？结婚。你说这句话不觉得可笑吗？你在跟他相处了一阵子之后，你不是选择了回老家，对不对？你决定放弃这段感情。你们的感情既然已经放弃了，说明你的基础是不牢的。那么第二次你去，居然是为了去结婚，你觉得这话不可笑吗？如果你去是想决定重来一次，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已经分过一次手了，那么马上见面就想结婚，你觉得这可笑吗？即便是你是为了结婚而去，你为婚姻付出了点什么？你就打的一份那个种工，你就觉得累，你还是为了去结婚吗？我说难听点，你不是为了去结婚，你去深圳是为了找一个安逸的窝，让自己少奋斗一点点，没错吧？对，这就是你的目的嘛。而你呢？你让他到深圳来，你也没说真话。什么叫一切皆有可能啊？如果你要是真爱他，你不会介意你挣的比他多，所以你也要付出的多。你会想尽办法，或者花点钱让他去上一些培训班，或者帮他去找点工作，或者在家里鼓励他，而不是处处想着凭什么我挣得多，我就要付出的多呢？一个特别想图对方点什么，一个特别怕对方图我点什么。说你们俩自私自利的人还谈什么爱情？别把爱情这两个字给糟蹋了。一个想坐享其成，一个却想别想沾我的光，那还谈什么同甘共苦呢？就这样。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他们自己吧，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承认，可能我回深圳，就是真的像古磊老师说的一样，可以有一个安乐的窝，自己不用那么辛苦。但是经过今天，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好去回想一下，我们以前在一起那一份真正属于叫爱情的爱情。我觉得从今天以后吧，我希望也能够继续重新走下去，能够为了我们共同想要的一个东西一起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真的很乱，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走下去。我好想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现在这段爱情、这段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真的像老师所说的那样子吗？我现在想好好思考一下，我现在给不了你答案。希望你能重新给我个机会。好了，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吧。跟他说再见吧，要说吗？答案有了哈。谢谢你，秦晖。谢谢各位老师，谢谢。来这边请。